李长寿今日破天荒的换了这么一件一直不穿的道袍，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日里略微有些显眼。没办法，自己海神教的二教主即将带着二教主的未婚夫人前来探望。李长寿综合考虑了一下，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注意一些，给自家二教主在二教主的未婚夫人面前正点脸，不能表现得太平平无奇，这也算是一点补偿。毕竟当时也是他的心火烧，无意之间促成了这一段姻缘的嘛。落在仙门前，李长寿对守门的几位仙风道骨老大爷做了一个道揖，朗声道：小琼峰弟子李长寿来此地等候好友来访，这是百凡殿给的准许令。一位守门仙人接过那玉牌，看了眼其中的讯息，很快就含笑点头，叮嘱道：长寿，你能跟截教金鳌岛炼气士东海龙宫二太子交好，倒也是件好事，稍后不可失了礼，让人笑话。弟子明白。当下两位仙人拉开大阵门帘，李长寿走出山门，驾云飘在半空中，静静等待着。不多时，天边出现了一只黑点，这黑点在迅速膨胀，一阵阵风笑声远远荡来。离着稍微近一些，便见三条黑鳞赤岩蛟上下翻飞，嘴上各自咬着一条黑漆漆的锁链，锁链之后拉着一座华美车架。这三条蛟龙清一色真仙境修为，外形狰狞威武，与那些仙蛟兵差不多的跟脚。李长寿注视着这三条蛟龙，略微思索，随后便略微摇头。有压迫就有反抗，这道理在洪荒也讲得通。不过今日也不是想这个的时候。李长寿主动向前迎接，这车架在10里之外就主动停了下来。车门打开，敖乙便带着一位有着深蓝色长发的少女飞了出来，其后还有2位龙首老者跟随。长寿兄！敖乙一嗓子传过10里，那张少年面容上满是笑意，对李长寿用力挥手。李长寿含笑点头，静静而立。敖乙身旁那清美灵秀的海族少女却是禁不住暗中仔细打量。这便是那位长寿兄。带着几道身影飞到李长寿的面前，李长寿笑着做了一个道揖，敖乙与那位少女连忙还礼，2位龙首老者只是点点头，并未有多余的动作。这南海海神教的大小教主对视一眼，不用李长寿叮嘱，敖乙便朗声道：长寿兄，上次一别数十载矣，别来无恙。老乙兄挂念，在山中修行，一切安好。这位是啊，我来为长寿兄介绍。敖乙抿了一下嘴唇，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拿出了作为一个成熟男龙的责任感。他享受伸手拉住了鲛人公主的柔仪，将她从自己身后请了出来。鲛人细腰轻身善歌喉，在海族中本就是以人美声甜而闻名，这位鲛人族的公主也是完美的演绎了这一点。长相甜美可爱，又有几分聪慧灵巧，站在敖乙的身旁，如敖乙的姐姐一般，这一龙一鱼倒也十分的般配。他低头欠身行礼，轻启柔唇，道一声：见过长寿兄长。哎呀，这嗓音酥酥软软的，哪怕李长寿本身对他并无太多印象，也是禁不住多了几分亲善之感。敖乙在旁边道：长寿兄，这是我未婚妻子，我们已是定了婚约，她名江思儿。李长寿笑一声：哦，好好好，那我就托大称呼一声弟妹了。义兄当真好福气啊！敖乙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李长寿转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敖乙却道：啊，长寿兄，你且稍等，我走得快了些，还有一些小小的礼物。哎呀，义兄，你来就来，还带什么？忽听天外龙吟声起，3只装满了宝箱的蛟龙车架自天边飞来。敖乙笑道：一些小礼物，望长寿兄笑纳。
能不能冒昧的打听一下，二教主你是怎么跟龙宫解释要这么多宝物送给一个渡仙门年轻弟子的？李长寿的嘴角略微抽搐，一时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轻笑着点点头，对敖乙笑道：义兄，当真是太客气了。长寿兄于敖乙而言，远非知己二字，区区礼物何足挂齿。一时那鲛人族的公主姜思儿不由眨了眨眼，李长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心底也不由轻叹，哎呀，这个二教主还是太莽撞了一些。于是在守门几位老大爷那有些错乱的目光中，总共99口宝箱被李长寿收入了7、8只储物法宝中。守门仙人的神情十分的复杂呀，虽然不知道那宝箱当中都是一些什么宝物，单是这些玉质琉璃的宝箱材质就十分的惊人呐。怎料敖乙又道了一句：劳烦两位伯伯在此等候。殿下放心。两位龙首老者道：我等在此地守护着护山大阵，殿下有事请召唤我等。守山门的门内老真仙有些欲言又止，怎能让龙族这般高手在山门外等候呢？但是李长寿已经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将敖乙和姜思儿带到了山门前。几位守门的老大爷连忙打开防护大阵，放一人一龙一海族进了大阵，心里想着，哎呀，这要不要去通知几位太上长老外出迎接呀？李长寿道：弟子已经接到来访好友，这便带好友回小琼峰上。守门仙人只是干笑两声，目送着3道人影驾云离开，各自都有些晕乎。待李长寿他们飞走之后，还是有守门仙匆匆赶去了破天峰，将此事禀报给了一位太上长老。这长老也拿不准主意，便惊动了正在闭关养伤的掌门无忧道人。怎料既无忧听闻小琼峰李长寿6个字，便笑着数落了几位长老一顿。长寿交友广泛，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长寿这个弟子我看就很不错嘛，老实忠厚，温厚善良，别说是龙族太子，就是龙王亲自来了，那也不值得惊讶，你们说对不对啊？让人去给小琼峰送些好茶好酒，让长寿好好招待这位龙族二太子。我忘了，这个敖乙也是金鳌岛炼气士，乌云大仙前辈的弟子，这辈分与贫道相当，这并不可笑吗？几位长老面面相觑，都各自陷入了某种自我怀疑，也不知是他们太过多心，还是掌门突然就有些不太正常了。今日渡仙门的门风多少是透着有些古怪呀。李长寿带着敖乙抵达小琼峰时，小琼峰4吃货团高级会员聚集了3位，有一位高级会员没来呢，是有心悬崖。这我们的有心悬崖呢，现在已经是在闭关努力修行中了。灵娥作为李长寿的亲师妹，今日再次着重打扮了一番。听闻有一位鲛人公主，那这师兄的面皮也是要争一下的嘛。这个小师叔呢就随性惯了，也并未过多打扮，只是将大葫芦收了起来，草鞋换成了一双小布靴，与他常穿的短衫短裙相配。其实久久只要往这儿一站，抬头挺个胸的，这也足以镇压大多数美丽的女子了。熊灵力倒是打扮了一下，这个呢换了一身色泽更加亮丽的铠甲。可能是在小琼峰上待得太过舒心了，熊灵力现在呢这胳膊又粗了一圈。待李长寿带着敖乙与姜思儿落下，灵娥跟熊灵力最先迎了上去，久久淡定地飞在后面。姜思儿瞧见灵娥，也禁不住心底赞叹，随即便想到了自己此前所谋划之事，立刻锁定了灵娥为目标。灵娥向前落落大方地做道揖行礼，姜思儿也立刻欠身还礼，柔柔地喊了一声
灵娥姐姐。灵娥也柔声回了一句那我可否喊一声思儿妹妹？当下两个人手拉手欢声笑语的就去了草屋当中，把后面的李长寿、敖乙看的是齐齐歪头。敖乙低声道：长寿兄，他们之前认识吗？不用多管，女子之间的交情就是这般玄妙，让他们自己去玩吧。我这里倒是也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咱们去丹房那边逛逛。敖乙顿时笑着点点头。李长寿对灵娥传声叮嘱一句，灵娥在屋内点点头，已经是招呼姜思儿坐下，奉上鲜果点心，开始熟练的沏茶。等九九和熊灵力也进了草屋，这草屋当中顿时是莺莺燕燕熊熊，颇为热闹。丹房前，李长寿拿了2只蒲团，与敖乙一同入座，闲聊着一些金鳌岛上的趣事。敖乙笑道：上次与哥哥这般相见，还是在渡仙门大比。怎么了？敖乙笑道：你此时最该是春风得意，何必如此长吁短叹啊？四海生忧患。李长寿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取出控阵玉符，在此地升起了一重重阵法。他瞧了眼侧杆时，言道：难得来一趟，我要多提这些了。敖乙顿时点点头，自然是明白李长寿是不愿意暴露自己身份的。李长寿咳了一声，正色道：上次你我在门内一别，我给你的那几样东西，你用了可有效果？敖乙那少年面容顿时涨得通红，支支吾吾了几声。那药酒和那些春来图，我还没来得及用，就被岛上几位师兄借走了。他们借了也不说还我，我也不好意思去要。李长寿顿时哭笑不得，敖乙面露惨色：让哥哥你失望了。这有什么失望的？现在呢，倒是不用那春来图了。这些药酒和丹药拿回去试一试。言说中，李长寿将一枚储物戒指拿了出来。这药酒我又改良过了，劲道少了一些，但是延绵流长。丹药名为雄心丹，说不定对你化形之体不生长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反正你现在也有了道侣了，用这些都是无恙的，只是要适度来用，最好有些时日间隔啊。敖乙顿时满满的感动，将戒指接了过来。他正要说一些感谢的话语，李长寿眉头突然一皱，传声道：安水城海神庙。敖乙略微皱眉，心底此刻才泛起了少许不安之感。两个人对视一眼，敖乙几乎脱口而出：他们开始动手了。晋升。李长寿淡定地道了一句：你我神念入神像一关，且看他们如何搞事。好。敖乙立刻点头答应了一声，闭目凝神，神念落在了安水城海神庙副神像上。透过神像，两个人立刻感应到安水城此时正有些混乱，空中有一条蓝色鳞甲的真龙在云中来回的飞腾，引得城中凡人抬头围观。若非此前文静道人通风报信，李长寿估计此时也有些纳闷，不知道龙族突然搞什么名堂。海神教的大小教主神念交流着：李兄，这是你族人？是也不是，这是蛟龙蜕变化生，虽属我龙族，但在族内一般地位不高，只是做个护卫。两个人正交流呢，那空中的真龙突然朝着神庙落来，半空化作了一名头顶龙角的中年男人身形，落在了海神庙的大院之中。修为似乎是在天仙境巅峰，虽然不高，但是在此地也不算低了。李长寿神念中道了一句：且看他如何搞事。敖乙点点头，心底虽然有怒意，却不敢乱下决定。另一边，当他们两个躲在层层阵法之中，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草屋中那姜思儿轻笑了一声，问灵娥：姐姐，你可有心上人？我这次带来了一件族内珍宝，
若姐姐有心上人，此物或可有用呢。灵儿一听这话，顿时就来了精神。这么多年了，他为了攻略自家师兄，也算是绞尽脑汁，百般算计，但是始终是百思不得其凶，让他经常感觉有些挫败。灵儿当真是怕呀，怕师兄对自己的关爱，这关着关着就变成了纯粹的关照。哎呀，那可咋整呢？他可是16、17岁情窦初开时就受门内道侣之风的影响，确定了此生必须成为师兄道侣的小师妹。可是随之，灵儿的心底也就没有了太多的期待。他大概知晓这位鲛人族的可爱妹妹能拿出什么了。推兄之道，无关乎是药、医、感情这3大法宝，煽情走心，情景渲染，然后装醉娇弱，投其所好，欲擒故纵，欲拒还迎等9小术。这么多年了，他在失败这件事上还从来没让自己失败过，哪般能想到的套路没用过呀？一直到他进来，觉得师兄可能现阶段没有心思找道侣，所以集中精力巩固自己师妹的形象，又和师兄保持稍微一定的距离，以免自己被师兄真的当成亲妹了。所以灵儿并未抱太多的希望，只是客气地回应了一句：不瞒妹妹，我心底自是有人的。九九在旁边就扑哧一笑，对姜思儿道：此人呀，刚才你还见过嘞。哦，莫非就是那位长寿兄长？灵儿不由得俏脸飞霞，有些不好意思。这个虽然是不好意思啊，但却是轻轻颔首应了一声。啥？熊灵丽那颗小脑袋从旁边凑了过来，可能是因为她身躯太过雄壮，让姜思儿情不自禁地往灵儿身后躲了躲。